你见过能让鞋子融化的山吗？你见过长不出一棵树但是会燃烧的山吗？这里是中国最热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这里测到了最高温度82.3度，一年中气温40度以上的天数超过80天。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徒步穿越者玄奘去西天取经时就曾路过这里。中国最热的地方究竟藏着多少奇迹？和我一起走进新疆吐鲁番。做好准备，鼓起勇气，下车。这真的是烫脚啊！这就是《西游记》中出现过的火焰山，历史上玄奘也是真的来过这里。今天吐鲁番的最高温度是40度，我们看看火焰山现在的地表温度是多少？56度。放眼望去，一棵树、一根草都没有，天上连鸟都没有。这是火焰山门口的柏油路，长期受到高温晒了之后，都路面半融化了，然后不断的有车来，把这中间的路都给已经打磨得非常平整了。火焰山这个名字不是夸张，而是写实。当赤红色的山体被烈日暴晒，砂岩反射灼灼日光，热气翻滚上涌，身体感受到的炙烤感与置身火焰旁没有区别。如此恶劣艰难的环境，却没有造就一片无人区。1300多年前，玄奘来这里时，此处已是西域一个很繁盛的国家，名叫高昌。古时候没有空调，没有汽车，如此艰难气候中的城市是什么样呢？去看一看玄奘曾到访过的高昌故城，也许能解开疑惑。和玄奘相比，今日我们已幸运太多。车驶入荒漠，古老、厚重、荒芜，化作了轮胎碾压过的坚实触感。唐朝时，西域的小国很多，高昌国统治面积可能与今日的一个县城差不多大。但当这座古城遗址映入眼帘时，我还是被它穿梭千百年的恢宏厚重震撼了。感受到吐鲁番有多干燥了吗？这些建筑都是用生土夯制而成的，距今至少有700多年。这些放在南方，就一个夏天的雨就估计都冲得啥都没了。当年玄奘在高昌国是停留了一段时间的，现在遗址里面的王宫、佛寺可能都是当年玄奘待过的地方。其实我最好奇的是，古时候的老百姓是怎么样在这么炎热的环境中生活下来的。高昌故城中的民居大多采用下挖为院、掏洞为室的方式建造，既能令房屋凉爽，造房成本也不高。一间房屋可以不使用一根木料，可见从古至今，在这里高大树木都非常稀有珍贵。但当我打开今时今日的吐鲁番卫星地图，我发现分明有大片的植被覆盖。可是吐鲁番除了是中国的热极之外，还是中国的旱极，年降水量16毫米，蒸发量3000多毫米。吐鲁番这个地方，这属于是每年还倒欠老天爷的很多水分的地方，怎么还这么多绿植呢？一会儿开车去看看。今天我走这段路，可能只有炎热高温能和玄奘感同身受，其他的都完全不一样了。当车窗外的荒芜被一片绿色取代，我才发现原来地图上成片的绿荫大都是葡萄树。站在这个葡萄藤覆盖的地方，都感觉温度都能下降好几度。已经是甜的了。哇，这还有流水。不是说吐鲁番很干热很缺水吗？怎么这样看上去吐鲁番好像也不太缺水啊？从卡尔井来的。卡尔井来的哦，这个水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吗？对对对，可以喝。可以喝。那你们平时会不会喝？平时会喝的。受地形、海拔等因素影响，吐鲁番地面上极度缺水，但地下水十分丰富。千百年前，古人就发明了卡尔井，把充裕的地下水引至地上，满足灌溉生活用水之需。所以哪怕这片土地上叠满了各种极度艰难的 buff， 中国最热，中国最干，中国内陆海拔最低，吐鲁番的人们依旧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，这便是中国最热土地上的奇迹。在我心中，玄奘堪称为真正的探险者。取经路上没有妖怪，也没有魔法，但真切地存在无数道几乎不可逾越的艰难险阻，而他终究取回了真经，成就了一段传奇，将探险的精神沉淀为探险的实力，将不妥协的态度刻入基因里。探险者认定的方向，必将抵达。